大家好，懂的人自然懂。没想到 Zenman 我的这句老话，居然可以无缝套用在王一博及其无名身上。诡异的2023年，果然诡异。今年的春节档大赛，各种的奇闻异事、怪趣杂谈，从大年初一直奔大年初七，一份好玩的总结。Zenman 我就不多解释了，您看看就好，乐乐也罢。现在，如果 Zenman 我问您，无名表现到底如何？4亿、5亿、7亿、9亿，您有答案吗 ？Zenman 我只想说，5天、6个城市、22场路演，这些数字已经串起了王一博的汗水和收获。无论结果如何，王一博已经赢了自己，也迎来了明天。为什么 Zenm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传说中的第一和碾压中的第一，居然打起来了，这让讲究和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变得更加诡异了。其中，一脸伪光正的吴京，默默地黑了一把自己，而且还是无心的那一种。易烊千玺、张艺谋从柳暗花明到柳明花暗，让吃瓜的群众一脸的瓜瓤。全中国最具小资情调、最有个人腔调的上海人，通过无名居然间接认识和肯定了一把基本不懂上海话的王一博。王一博或许压根都无需留言鼓励2刷，因为懂的人自己就会2刷和3刷。为什么 Zenm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近日吃瓜网友自行评选了一份8、5花的神颜榜。Zenman 我一看，立马就觉得懂的人必须要懂。其中神颜就是杨颖 Angelababy， 半神是张嘉倪刘亦菲，顶级仙女毛晓彤刘诗诗赵丽颖，4大仙女唐嫣杨幂景甜宋茜。且不说这份神颜榜的标准，单看神与半神的名字就知道赵丽颖和毛晓彤又是赢2次的那一种了。为什么 Zenman 我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您还记得黑粉一窝蜂狂踩赵丽颖、许半夏的疯狂场景吗？有些人的疯狂明晃晃是因为无力感。2023年的1月25日，随着春节档电影的大厮杀，几位演员的状态也大不相同。有人冷脸，有人嘲讽，有人哑口无言。笑口常开的邓超带着中国乒乓剧组演员直播宣传，没想到场面一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面对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让见惯大场面的邓超也慌了神，和春晚的状态简直是判若两人，不仅憔悴了，仿佛一夜间老了许多。甚至有好几次都看到邓超冷着脸面对电影排片少、票房不理想的问题，他只能勉强微笑回应。今年春节档难得的热闹，影片按经济效益排片也是合情合理，但是他的语气和举动应该是压力不小。虽然老婆孙俪各种卖力帮忙跑场宣传，大半个娱乐圈好友发文，但依旧无法挽回现在的局面。因此，没办法按时定档的中国乒乓在上映1天后就直接选择撤档，避免成为炮灰。不得不说，今年春节档竞争还是非常诡异和多变的。另一位春节档主演吴京，这次的状态却完全相反，《流浪地球2》票房一直徘徊在第1、第2。自己也成为了200亿票房演员，于是乎志得意满的吴京还高调点赞网友的留言，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不过也因为这个点赞，让他的口碑2极分化。吴京亲自点赞的留言，其实就是明晃晃的尬吹尬黑。这条夹枪带棒的留言是内娱所有地只服吴京，没有拼盘，笑颠了，想到了一些人。截止到目前，吴京参演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18亿。还不包括正在上映的《流浪2》，妥妥的扛票房第1人。而他霸气的点赞，无形当中也讽刺了很多人。毕竟这几年突然出现了很多的100亿影帝，但一部分人都是蹭出来的。以吴京现在电影界的地位，确实有实力说这样的话。毕竟除了沈腾，应该还没有什么对手出现。所以皮笑肉不笑的战狼，这一次笑得很开心，连装都不装了。预售票房第1的无名成绩其实不错，毕竟这是第1部王一博全力以赴、挂帅宣发的上线作品。而王一博在当天宣传电影的时候，因为耿直的缘故，在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时，再次引发了争议。请注意，王一博和观众的对话其实很有味道。现场观众提问说：“请问，如果你现在遇到电影中你饰演的人物，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王一博：“你说我遇到角色里的人会说什么，对吗？首先，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然后，其次我也不会想要说什么，我们也不会见面。
这段采访让很多网友登时哑口，但也让粉丝们觉得很爷们，因为在 Zenone 我看来，观众问的问题很文艺，王一博答的回答很耿直，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是当时的环境使然。那么当时的环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上海人讲体面，做事体思路要清爽。有人认为成尔导演把一个并不复杂的无名故事线剪得过于细碎，这点 Zenone 我也深扒了。结果，著名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刘海波教授公开谈到了自己二刷的体验。他说，大年初二终于说服家人一起去看了《无名》，我已经是二刷了，还是多时空打碎了剪辑，所以有助于提高观众的专业欣赏能力。节奏和叙事或许会影响一部分观众的观影体验，个别电冰箱 bug 会影响事后评分，但这就是成尔的腔调。这话Zenone 我直觉就是腔调满满，因为电冰箱 bug 指的是赞完之后的反思。此前在上海拍摄电影《无名》时，导演成尔放弃在车墩影视基地，而是选择了在他认为富有老上海感觉的地方实地搭景拍摄。此举得到了沪上不少文化人士的点赞与认可，而且片中说上海话的角色不少，王一博的上海话洋泾浜倒也无所谓，好比《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杜江，角色设定就是萧山人。电影当中，王一博与王传君的沪语对话，最娴熟的那句台词似乎是拿一做托，字幕就是把它做掉。据说拍《无名》时，王传君还是王一博的上海话老师，拍戏时，王传君会提前一天录好上海话台词，让王一博慢慢学习。王一博坦言自己确实不懂上海话，但是我要知道对方的台词每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而成尔则称赞王一博在语言上确实有得天独厚的天赋。这些对话都是几位主创人员在做客看看新闻时剧透的。如果不相信，您可以在本频道的短视频区慢慢品味，挺有意思。Zenone 我只想说，上海人聊王一博的上海话的的确确很有意思，果然还是懂的人自然懂。如果您还记得Zenone我所聊到的赵丽颖的野蛮生长在不对的时间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也许您同样也会理解王一博的无名在不对的时间做出了什么样的宣发。今年的春节档表现可以说是让不少院线都喘了口气，也提振了不少片方信心，算是这几年非常不错的一次春节档。虽然说表现依然较19年之前有些差距，但已经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在票房增长的背景下，每一部影片的成败得失其实都很值得玩味。Zenone我值得提醒的是满江红的一连串后发操作，因为无名的操作完全不同。2023年春节档整体票房表现已超越去年同期。华创证券研报指出，春节档票房第2日与第3日相比，2019年与2022年已经实现同比回正。前3日票房累计32.67亿元，已经好于2019年的31.76亿元与2022年的31.90亿元。春节档上映首日，《流浪地球2》已超过5亿元的票房登顶当日冠军，并且率先突破10亿关口。上映2天后，满江红实现票房逆跌，反超此前领先的《流浪地球2》。同时，满江红目前以19亿元票房领跑春节档，成为张艺谋内地上映的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作品。好玩的是，逆跌成功的满江红却再一次的登上了热搜。不过这一次的热搜并非是称赞该作品的质量，而是关于该电影的负面消息。有不少网友发现，满江红的剧情套路和10年前的一部电视剧《龙门镖局》十分的相似，还原度可以说是100%，而因为抄袭一事，满江红也暂时登上热搜。这说明了什么呢？在Zenone我看来，这说明了今年的春节档太紧张不行，太放松也不行。明晃晃的《流浪地球2》太放松了，无名太紧张了，而满江红刚好夹在了中间。今年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张艺谋了。这次满江红在首日被压之后，第2天就完成了逆袭，之后凭借超高的上座率，一直压制着《流浪地球2》。进入千禧年之后，张艺谋的电影常常是不太叫座，很多影片甚至还有不小争议。因此在新时代的票房市场，张艺谋一直不太受到资本认可，这点 Zenone 我可是没少讨论。去年他带着电影《狙击手》跟各大院线要排片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这次却拿下了春节档第1的排片。除了作品剧情和内容本身以外，跟沈腾和易烊千玺两人的号召力也分不开关系。沈腾可以说是这几年最卖座的艺人之一，易烊千玺则是小辈中口碑不错的演员，这种组合的的确确面面俱到了。您还记得今晚我提到的他们在宣发期间的操作吗？这次《满江红》的表现是让张艺谋在电影市场焕发了又一春，未来想必也会得到更多的资本认可，毕竟这几年张艺谋一直主打战争和剧情片。这次喜剧类题材也让不少人感觉到了一些3000拍案惊奇的风格。相较于《流浪地球2》的宏大场面，《满江红》则是小空间的层层转折。不同的风格满足了不同的观众。张艺谋是曾万我心目中铁口多次的今年春节档的最佳导演。至于梁朝伟和王一博的电影《无名》在春节档上映前，曾万我就提到了作品可能面临的问题。虽然在预售上，影片跟《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都没有拉开差距，但影院并没有给《无名》太多的排片，而且王一博不是一番的戏份，却做了一番的宣发，这让路人的错觉直接反映在了影评方面。当然了，曾万我也强调多次了，这次王一博的真爱粉丝扛下了所有的重担。不过进入电影圈并非一朝一夕，那种一步登天毕竟是少数例子。而且在《无名》中，王一博作为主演的演技贡献和整体功力还是需要多多打磨的。这次能勇闯春节档，真的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了。更重要的是，这次张艺谋搭配易烊千玺与《战狼吴京》的榜一之争，实实在在太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了。您说对不 ？Zman， 我感觉王一博本命年之后的运势果然有预兆和讲究。现在顶流花旦赵丽颖恰恰好也在本命年的关口。出生于1987年10月16日的赵丽颖，在今年算是迎来了她的第3个本命年。复盘赵丽颖的2022年，转型一定是为她的年度标签之一。在这一年，演《陆贞传奇花千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古偶剧爆红成流量花旦的赵丽颖，播出2部创业剧《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前者豆瓣评分 7.3， 后者豆瓣评分 8.2， 收视率口碑均不俗。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圈，手握超高流量的赵丽颖愿意沉淀下来，从古偶舒适区跳出来演灰头土脸的创业剧，没有精致妆容，没有夸张滤镜，却再次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迎来本命年，赵丽颖年前已官宣成为2023年北京台春晚代言人，受到官媒认可。目前赵丽颖未官宣新影视资源，此前和林更新主演拍摄的仙侠剧《与凤行》于2022年11月杀青，有望在2023年播出。除此之外，今晚我提到的赵丽颖将进组现实题材电影的消息，如果网传成真，不同于2022年的转型之年，2023年的赵丽颖流量口碑两手抓，极有可能再掀起一股仙侠热潮。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在拍戏时间段很少会和剧组请假，除非是早早就定好的商务活动和综艺，这种不是习惯的好习惯，这种不是大牌的真大牌，这样的清流，您说哪儿找呢？或许正是因为王一博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所以即便没有其他那些 Zen 我身巴的原因，无名这部电影在宣传时也会把重点放在了王一博的身上。要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王一博的身上，这个没毛病，喜欢王一博的人那么多，多宣传宣传，吸引这些人来观看。宣传王一博无可厚非，但是只宣传王一博的话，明晃晃博纳的眼里只有他。因为喜欢王一博的人都偏年轻，把宣传重点只放在王一博的身上，只能吸引年轻的观众观看。可这是一部烧脑费神的谍战片啊，喜欢谍战片的人有不少年龄都偏大一点。电影只宣传王一博，这一部分人看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迟疑呢？您说，想吸引这一部分人也很简单，多加几个宣传重点，比如梁朝伟、周迅，这大把宣传重点，怎么一个不抓呢？别的电影演员阵容比较单薄，有一个就不错了，那只宣传一点。这部电影演员阵容这么好，还只宣传一个，都有点浪费这底子了。再有就是重点宣传王一博，有些锦上反复添花的感觉了。王一博粉丝那么多，电影上映之后参与度也高，一讨论起来经常上热搜，他们都非常踊跃的去观看。其实都不用电影重点宣传，别说粉丝都知道了，
路人想不知道都难。说到这，再看看冲上榜1的《满江红》，是不是张艺谋老谋深算了呢？说实在的，ZEN1我早就铁口 N 次了，《满江红》的海报太抓心，太懂人类眼球了。对比所有的同档期的海报，光简简单单8个字就已经领先了。因此 ZEN1我讲的太多了，所以铁口金边实在为难了。ZEN1我还是老话，2023年期待王一博遇到一个懂他点他、打通二脉的导演，因为王一博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了，总的来说王一博还是赚了，因为乐华前段时间上市了，王一博还是股东。只要无名的票房在涨，乐华的股票也会一直涨。